姐姐，请问您找谁？怎么了？夫君。无双，你回来了。他唤你夫君？你不在的日子里，孩子小，母亲也日渐老去。所以，在我替夫从军的时候，你纳他为妾了。我娶了她为妻。什么？我叫谢无双，与秦风指腹为婚。14岁时父母故去，我便与他成婚。婚后不到1年，便诞下一子。但是就在朝廷的征兵通知下来时，他却染上了寒疾。如今秦风病成这样，说是上了战场，这可怎么活呀？母亲，我没事了。你快躺着。对不起，让你和母亲费心了。母亲，由我替秦风出征吧。你一介女流，怎能去军营呢？木兰去的，我为何去不得？再者，我不去，秦风如何活呢？无双，你让他做你的妾，我呢？对不起，姐姐自然是要做妾的。你走之后，我病未愈，母亲为照顾我与孩子，着实困难。这几年若非燕九的帮助，我断不可能好起来。你不多请2名佣人，却要重新娶妻。佣人终归是旁人，总归不如自家人用心。对不起，秦风，我错了，我应该让你去参军的，哪怕让你死在战场之上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娘亲啊！你不是我的娘亲，我有娘亲。我叫谢无双，7年前我生下女儿，孩子父亲便染上寒疾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朝廷大举征兵，为了丈夫能活下去，我抛下刚断奶的孩子，替夫从军。宁儿，你放心，娘亲一定活着回来。我知道我再多看一刻，也会舍不得他。母亲，秦风照顾好孩子。无双，放心，我会时时刻刻告诉他的母亲是个英雄。我是你娘亲，我真的是你娘亲。你不是我的娘亲，我有娘亲，不是你。你是个坏女人，你是来拆散别人的家庭的。我要告诉爹爹，让他去报官，把你抓起来。为什么替夫从军？回来后不仅仅自己的丈夫被人抢了去，自己做妾成了妾，就连我的孩子也不认自己做母亲。母亲，您说过要照顾好宁儿的，您就是这么照顾她的吗？照顾的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愿意认。你走后不久，我便生了一场病，若不是燕九，我早就没命了。他如今是我们一家的恩人，所以呢，宁儿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他再带。宁儿喜欢他，秦风也喜欢他。双儿啊，我们知道你为秦风付出了非常多，可是军中毕竟是男人堆啊。母亲什么意思？秦风不愿明说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女子从军，惜载无事是断不可能的。母亲的意思是，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吗？你心知肚明。秦风也是这么想吗？他自觉亏欠于你，这话不愿说出口。我知道了，早知如此，我便应该让秦风死在边疆。我知道了，早知如此，我便应该让秦风死在边疆。你怎的这般恶毒？我恶毒，那母亲呢？双儿，你安心的去吧。我虽年老，身体却还康健，家中佣人也在，我会照顾好秦风，照顾好宁儿的。母亲，我嫁给秦风不仅仅是父母之命，也是因我的真心，我愿替夫从军，还望秦风不负于我。你放心，便是他想，我这个做母亲的也绝不会答应。双儿，你要明白，今时不同往事。今时如何不同往事？燕九已经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孩子也已经认了她做母亲。如今，你才是那个外来者。若你真想留在这个家，若你真想待在秦风和孩子身边，那便自请为妾吧。聆听一行如此囫囵过今朝。秦风，我们和离吧。双儿，我从未想过要与你和离。母亲说的那些话，你与母亲曾商议过对吗？秦风不愿明说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女子从军，惜载无事是断不可能的。母亲让我自请为妾，也是你的意思对吗？这些年，燕九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我只是想给他个名分。所以要我自请为妾？对不起，秦风，你知道这些年我在军中是怎么过的吗？它本应是你待的地方。
北疆苦寒，军士们常常10天半个月不能进食，我们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。这些年杀头过腹，能活着回来见你和宁儿，已经是苍天眷顾。可你呢？军中乃是男人们的地方，你在这种地方待了7年，你应当知道，你已经做不得这家中主母，当不得孩子母亲。我从没想过，这话竟然会从他的口中说出来。今后，就算全天下的人都不信我，唯独你不可以。秦风，我知道了，你觉得我脏了，对吗？我是替谁总结的？秦风，完了。他不是你的孩子，让我带他走。姐姐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。从宁儿2岁起，我便陪伴着她，她也唤我一声母亲，虽不是亲生，却甚是亲生。你这么喜欢孩子，怎么不自己生一个？我从小便被师傅施药，早已无法生育，所以她已经是我的孩子了。你不可能带走她。说我执意要带他走的。从她记事起，她便跟在我身边。你觉得宁儿她会愿意跟你走吗？你不是我的母亲，你是个坏女人。宁儿，我才是你的母亲，你跟我走吧。你不是我的母亲，是娘亲对不起你，你跟娘亲走，娘亲一定好好补偿你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走，我有娘亲了，你不要来拆散我们一家人，你这个坏女人。妻子我不信，我君你儿子不是，可惜无双，这真是可悲的。你真的要走吗？这个家如今已然没有半分值得我留念的。可你毕竟是宁儿的生母，你可曾告诉过他，我是他的母亲？我，秦风，你从未希望我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是吗？对不起，无双啊，你想清楚，你若真走了，以后就不要再回这个家，我也不认你这个媳妇。您放心，日后就是您求我，我也绝不会再踏入这个门。你区区一介女子离开了这个家，我看你日后如何生活。不劳母亲费心。娘亲，这个坏女人终于走了，再也没有人想把宝宝从你们身边抢走了。是的，娘亲和爹爹会好好守着宁儿的。我从没想过，在我回来的那一天会无处容身。我从没想过会如今日这般心如死灰。将军，属下打听到，谢将军他从3日前便在这醉仙楼买醉，好似被家中相好的抛弃了，如今已经整整3日未曾出来。混蛋，欺骗老子的感情，老子才不屑这些呢！老爷，还把你们这漂亮的姑娘都给我叫出来！哎呀，君爷呀，你都已经喝了3天了。什么？你怕我没钱啊？去把姑娘都给我叫出来！焦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来陪我喝一杯！来，你喝醉了？没事，我还可以再喝。我带你走。你家在哪里？我带你回去。家，我没有家。怎么会没有家呢？我的家被别人占了，我没有家，我没有家人了，我没有家了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。那是少爷抱着一个男人回来了？难道这些年边军传言少爷有龙阳之号是真的？母亲，厢房中的那位便是我要娶的人。厢房中的可是一名男子。还请母亲成全。你说什么？母亲，我喜欢他，无论他是男是女，我都喜欢。这些年，孩儿与他朝夕相处，孩儿早已确认了自己的心意。你这个逆子呀！你想气死我啊！还请母亲成全。你要娶谁？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喝你的喜酒啊！这人分明是女子呀！昨夜天黑，小人并未看清，他为何穿着女人的衣服？你怎的这副打扮？我这副打扮怎么了？男子汉大丈夫怎能穿女装？哎呀呀！你们就这么站着，还不让人快点坐下？母亲，这是阴允了。你这个傻小子，什么都不懂。母亲允了。你母亲允了什么？让我娶你。你说什么？娶我？你说什么？娶我？虽说你也是男子，但是我喜欢你，不在乎你是男是女。
傻小子，所有人都看得明白，就你不明白，她不是男子，她是女子。什么？你是女的？怎么知道我是女的？你不想娶了？想，我说过，不管你是男是女。好啦，不同将军开玩笑了，我是女子没错，但是将军想要娶我，敢问将军对我了解多少呢7年朝夕相处还不够吗？7年朝夕相处，将军却连我是男是女都没搞明白。我说过，你是男是女我都喜欢。但我已经有孩子了呢，还刚和我的丈夫和离呢。我想娶你，是和你是否成过婚，是否有孩子，并没有关系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个傻小子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心急了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家中用度的钱都是谢无双的军饷，是。你为何不曾说过？非要等到如今快拿不出钱来？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渡过难关的。秦风，原来你是软饭男啊！如今之计，只有先借些钱度过眼前的困难，先让九儿对这个家有信心，日后会好起来的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我朝封了第一个女将军呢。听说了，封了3品呢，还该在京都撕了100间铺子，城西的良田也给了千亩呢。哎，嘘，还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，这位将军啊，原是替夫从军，这回家后却不想被夫家给赶了出去，就连儿子也不认他呢。哎呦，真是这样。那如今这情形，那夫家不得气得吐血呀？哎呦，可不是嘛。哎，喂，你看女将军来了。So funny， 胡说！谢无双替夫从军，为我朝女子典范。得封5品将军，赐良铺100间，良田1000亩，御宅1座。双儿为什么离开我后，竟然变得这般优秀起来？九儿啊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今日寨主上门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您的好儿子欠了那么多钱。儿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当初为了迎娶燕九，家中的钱根本不够用，我便去借了些钱。我当初嫁给秦风，便是因为不想再过江湖郎中那般流利的穷苦日子。可原来你一直以来的钱，都不过是自己妻子的军饷。如今你与谢无双已经和离，我留在这里和你一起还钱吗？九儿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秦风，你要点脸好吗？孩子不是我的，我哪里和你们一家人了？娘亲，你不要抛下孩儿，你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不是你的娘亲，你的娘亲被你和你的废物爹爹赶走了，滚开！燕九啊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这比起您当初对谢无双做的，不及1/10呢。九儿，你说什么？双儿她做了女将军。是的，如今家中情形你是知道的。自从他与你和离，我们便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军饷。如今家中很快便无米开锅，债主又催来了。秦风，你必须去求他回来。母亲，当初让他走，您也是应承了他，如今为何又这般？当初只想着你与燕九，我却不想没了他，会落到今日这般田地。可他在军中与男子同榻而眠，毕竟7年，这叫旁人。秦风啊，如今哪儿还顾得了那么多？你说真想这个家还能维持下去，便抛下你的脸面。可是我便是想去，他又会如何答应？母亲，你是知晓他的性子。娘亲，不要走，娘亲。宁儿别哭，别哭啊，奶奶在这儿。秦风啊，你去求一下他呀！这个家以后可怎么办呀？若非母亲当初，何至于今日这般？可是她毕竟是宁儿的母亲，不至于这般无情吧？那他当年替我从军，母亲怂恿我与他和离的时候，又怎会这般无情呢？秦风啊！双儿啊，你与他已经夫妻一场，如今他病了，你竟然不管不顾，你怎的这般恶毒？我与他和离的时候，你们可曾顾及过我从军7年？既然未曾，那我为何要管？当初您说我才是那个外来者的时候，便是抱着与我决断的心思，怎的今日却说我恶毒？双儿，我知道之前是我和秦风对不起你，可就不能念在你与他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原谅他这次。夫妻总是床头吵，床尾和。我不会资助你们1分钱，但是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父亲，我会派人给秦风治病，不是念及夫妻一场，我只是不想我的孩子没了父亲，仅此而已。至于你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留在我身边，还是回到你父亲身边去？我是你的生母，是你的母亲，不管你信不信。如果你之前被人蛊惑，今天你已经看清楚真相，我给你机会留下，但你若再次往事一般，我也会赶你走。祖母，宁儿啊，你留下来吧。祖母，留下来。
祖母。谢谢你，我不是救你，我只是救宁儿的父亲。对不起，当初是我。秦风，你应当明白，从我离开这个家的时候，我与你便再无瓜葛，你不欠我什么，我也不会对你再有半分怜悯，所以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说对不起。将军，姑爷，前姑爷，这乃是顽疾，这些年虽得药石强撑，但早已伤及根本，怕是时日无多了，是吗？他还能活多久？不过3年。好好照顾你了，好吗？他是我的孩子，无需你来叮嘱。你我当真要如此冷漠吗？你应当明白，我本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好好的一个家，怎么就成了这样啊？对呀，好好的一个家，怎么让我弄成了这样？谢谢你，让宁儿能进太学求学。这不算什么，他是你儿子，我也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。哦，这是我母亲让我送给我未来媳妇的吊坠，无双，送给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收。你知道我是真心的。和你是否是真心的无关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为什么？你乃是京中贵族，无论家世人品皆是一流，我配不上你。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，可我在乎。我和你不是一路人，还请将军莫要再纠缠不清了。告辞。无双，见过夫人。你不喜欢萧泽吗？他很好，是我配不上他。你呀，给自己太多的束缚了。夫人，这是何意？你知道吗？萧泽并非是镇北侯的亲生儿子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同你一般，所遇非良人。后来遇见了如今的侯爷，但是他并不介意。他说他喜欢我，我是不信的。但孩子呢，总归得有个家。我终是嫁给了他，原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可20年来，一切却如他当初娶我时承诺那般，不曾娶旁的人，也没有再多要一个孩子。他把萧泽当亲生儿子对待，也是到了现在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有的人说一辈子，便真是一辈子。如说你真的喜欢他，给他一个机会，再给自己一个机会。谢谢你。那便是镇北侯世子与我朝第一女将军的婚礼啊，当真是风姿卓越呀，可不是嘛？都说女子不淑儿了，生女啊更是如此啊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无双，当初是我不珍惜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今日这般天地，完全是我自作自受。恭喜你，一直以来配不上对方的那个人，其实是我。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你不介意我成过婚？我连你是男的都不介意。我就好奇了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能看出来，就你没看出来？许是我自小在军中长大，反应慢。你怎么能把这个事情说得这么理直气壮？我喜欢你，坚定的喜欢，绝不会有犹豫，自然理直气壮。我叫萧泽，军务世家，从小便长于军中。将军，这是这批新到的士兵。不知为何，从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便再难将自己的眼睛从他身上移开。小胳膊小腿的，不练结实些，怕是活不下去。不知为何，我的注意力总是无法离开，我甚至怀疑自己。你给我去加练。我开始无意的针对他，对他提出诸多要求。敌人可没这么仁慈，站起来。你还可以吗？还可以。喂！他倒在我怀中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忽然扑通扑通的乱跳。我从来没有这样。将军，军医说你训练太多，晕了过去。给将军添麻烦了。北国陈兵边界，随时来犯。你若不能上战场，才是真的给本将军添麻烦。快点养好身体。是。战事很快便如同预期的那般发生了，我们都上了战场。要死在这儿了吗？这个是镇北侯府的世子呢，抓了回去可是天大的军功啊！我镇北侯府应死，我做俘虏。将军，此时战场又被敌军占领，我们快走！那一刻，我与他铁的好结的背是那么的温暖。将军，你的伤口有铁锈，若不及时处理，18会死。来，好了，好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好冷。那一夜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只觉着有人在我边上，我抱着他，觉得前所未有的温暖安全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没有。那时我就想，我喜欢他，不会再有犹豫，无论他是男是女，即便被世人耻笑，即便